陈学长，您是新文化的旗手，您说说看，今天在座的当中有哪一个因为是尊孔，他就是无德呢？我从来不认为尊孔即是无德。尊孔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学问尊孔，一种是政治尊孔。这个孔子儒学原本是春秋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流派，一种学问，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，是我中华文化的一脉香火，应该得到尊重。北京大学是中华的最高学府，讲授和研究孔子儒学是应有之义，因此，我不反对对孔学有研究的人来做北大教授。陈学长，我久闻陈学长是一位表里如一的爽快人，可是今天可有点名不符实啊。哦，砸烂孔家店，是你主笔的《新青年》竖起的一面大旗，还有你的麾下，比如湖南的易白沙、四川的吴语，还有北京的李大钊、北京大学的钱玄同，都是你的急先锋。在他们的身上，哪有一丝的尊敬孔子和儒学的味道？一丝都没有，一丝不挂。好一个一丝不挂！辜教授能赏光阅读我们《新青年》，倒真是我等三生有幸啊。不过辜教授好像没太看懂啊。这《新青年》提出的砸烂孔家店，砸的不是孔子儒学，砸的是孔教的三纲五常。我们反对的是政治尊孔，不是学问尊孔。众所周知，自董仲舒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起，这个孔子儒学就变了味道了，就成了历代皇帝统治国家的权术，愚弄民众的武器。所谓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，窒息了国家的活力，祸害了民众的生活，阻碍了文明的进步。一句话，造成了中国的落后。这种孔教三纲不应该被砸烂吗？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陈学长真不愧为诡辩大师啊！孔夫子离去已经2000多年，他与我们今天的政治何干呢？难道当今中国的落后要让孔老夫子负责吗？黄冈先生，谬论。坐下聊。陈学长也太会诡辩了。就是，袁世凯复辟帝制，要做皇帝，就要拜孔教为国教，尊孔学为国学嘛，这就是眼前的政治啊。封建礼教至今还在统治着社会生活，奴役着人民的思想，难道这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吗？政府啊，你有些扯远了。你的观点呢，可以到北大的讲台上去演讲。我现在要问你的是，你作为文科学长，你是否同意学术水平是不是我们聘任北大文科教授的重要标准呢？蔡公，恕我直言，不是我要演讲，是总惹我。蔡先生，恕我刚才不能同意你的观点。北大教授第一位的标准就应该是师德，你德性不够，学问再高都不能做北大教授。教授为人师表，我们不能找个坏人给学生做榜样吧？对，说的对。这个钟甫先生，你这有些过于矫情了。那你说说看，在座的当中有哪一个是坏人？难道顾汤生他因为不赞成新文化，他就是坏人吗？你说，对呀，蔡公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从来没说顾教授是坏人啊，所以我才把他列入了续聘教授的大名单嘛。但既然话说到这儿，那我也坦率地告诉大家，确实有人提出过，不少人提出，北大
不能当成是保皇党的保护伞啊！陈仲甫，你把话说清楚，谁是保护伞？谁是保皇党？说。王侃先生，坐下聊。我不做。我说的，这是我的意见。我钱玄同就是不与跳梁小丑为伍。拳头，你说谁是跳梁小丑？自己心里清楚。说呀，几个？请安静下来。德谦先生，我又要打断你的发言。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你有些过激了。你的观点可以保留，但是你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不在这儿讨论了。你同意吗？我听蔡先生了。我谢谢德谦先生的理解。不过呢，我要郑重地告诉你，你刚才谈的聘用北大的教授必须德才兼备这个观点是对的。北大的教授无德，那是不行，这是一个原则呀。蔡先生，我还有一个意见，请说。我认为陈学长提供的教授聘任名单条件太宽，门槛太低。比如说那个胡适，一乳臭未干的洋学生，还未毕业就来当教授；还有那个刘半农，一鸳鸯蝴蝶派的文人，格调如此之低下，也来当教授。真想好好的四平八稳的跟他们辩论辩论。是他先站起来嚷嚷的，还喷我一脸。那不是后来了？哎，这不重要，钟虎兄，咱们得有点思想准备了。这北大呀，马上就要成战场了。蔡公改革，这保皇党有增无减，这小心今后啊，喷你一脸让他们。这个我倒不担心，我担心的是这新青年能不能起到引导作用，得多发掘一些人才才行。哎，刘谦，你在北京时间长，你想想办法呗。我有2个同乡啊，周树人、周作人，你觉得怎样？好啊，大才啊！他们在哪儿啊？我这就去拜会。你别着急，这周树人啊住绍兴会馆，我很熟，但是他性格古怪，最近还有点消沉，不愿见人。这样，我先去见他，跟他沟通一下，以免尴尬。要，嗯。后来，快！真的年轻，太多一条，这么年轻就是太小了。爷们儿，别害怕，20斤重又是一条好汉。对，这是好汉啊！死贼盗窃数目巨大，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就地正法，以儆效尤。
快，战靴要亲热！快，军爷，对呀，战靴亲热的，是相反的。对，战靴要趁热，快，这是治百病的呀。我儿子有救了！我儿子有救了！我儿子有救了！这一刀下去，这后头就没了。不行不行，这刀法远不如大清了。是啊，这刀啊也不如戊戌年间的刀快了。哎呀，那是没喷酒，黄酒配钢刀，砍头如切糕啊！钱这么放着也不怕丢了。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找你就得来这儿，能不知道吗？我认识蔡公还好吧？太公新官上任，精神抖擞，勃勃雄心，看着比你老兄可精神多了。你从哪里看出来我不精神？精神，你最精神。这后边都乱成那样，头都不回一下，真有定力。不看也知道是个什么情景。找我有事啊？有事儿，咱边走边说。老板，哎，我来呢是受陈独秀的委托，想请你出山，为我们《新青年》写稿。《新青年》是个什么杂志？没听说过啊。《新青年》你都没看过？我跟你说，蔡公可是非常喜欢看，每篇必读的。你少拿蔡公说事儿。我现在躲进小楼，不问春秋，就3件事我办：抄古碑、记录金石碑帖、校对古籍。别的事我一概都不感兴趣。你要是来找我写稿的，就别聊了。什么叫不聊了？这写稿子的事情，我跟你说，那你说，你天天抄这些有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既然没什么意思，那你抄它干啥？你可是消沉了啊！不是消沉，是看不到前程，家事、国事都一样。育才兄，你能变这样？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气冲牛斗的周树人吗？你知道现在什么时局吗？有人想务必立志，请那个小宣统再出来当皇帝。你就不想说点什么？把自己圈在那个字画的小楼里，你这不是消沉是什么？别跟我叫唤！哎，假如啊，有这么一间铁屋子，绝无窗户，而且是万难破毁，里边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就要被闷死。然而从昏睡入死，他们全然不知道就要死的悲哀。现在，你打嚷一声，惊醒这几个较为清醒的，但是这不幸的少数者要去承受这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你对得起他们？如果我嚷几声，能叫醒那几个人，你就绝不能说他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我不管这些。育才，你不是个不理时事的人。这样，你先把这几本杂志拿回去抽空看看。我着重推荐你看2篇，一篇是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另一篇是《文学革命论》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心有所动的。至于写稿的事情，咱们以后再说，怎么样？你要是答应请我喝酒，我就答应翻翻看。我就是来请你喝酒的。广和居早就订好位子了，走吧。来，小心，小心腿啊！这是奉命查抄，
何止是奉命查抄啊！首长今天早上收到的，李元洪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，要贾英立刻停刊。李元洪把段祺瑞赶到了天津，又让张勋来调解。康有为和日本驻天津司令石光真臣最近跑到了徐州，鼓动张勋给李元洪施压，要解散国会，实行专制。他这是拿贾英开刀啊！不是开刀，是要动枪啊！我不怕，现在关键是您。我们商量了一个对策，要让先生写一份和贾银脱离关系的声明，然后躲到天津去。但是先生不同意。我肯定是不愿意。贾银是我办的，你们是我请来的，我得对你们负责任。您现在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怎么对我们负责任啊？那个段祺瑞手握10万重兵，不还是被黎元洪赶到天津去了吗？您躲到天津去不丢人啊？我在这儿，黎元洪还会有所顾忌。可是如果我不在这儿，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对你们下手。张勋在徐州杀了多少革命党？他可是马上就要来北京了。那邢元兄，你什么意见啊？我的意见，贾银是不可能再办下去了，停刊，等过了这个风头再说。我同意守长的意见，贾银不能停刊。邢元兄，你必须撤。我也同意。邢元先生，您是社会名流，您走了，他们不会对我们怎么样。况且高压之下，我们总不能都认怂吧？那，你和一涵怎么办？你以为我离开了这儿，你们就没有危险了吗？我今天来是带着聘请书的，正式聘请李大钊、高一涵为《新青年》的同仁编辑。《新青年》现在已经搬到北大了，只要你们2个接受了这份聘请，就算是北大的一员，名正言顺。还有，上次你不跟蔡玉芬先生说好了吗？过了秋就让守长去接替你在北大图书馆主任的职务，薪金都谈了吧？是啊，120块大洋，对吗？对，这不都安排好了吗？您觉得行吗？就这么办。好，那邢元兄，你就赶紧收拾行李，先撤。我觉得守长也得出去避一避。前一阶段你发表的文章火力太猛，那个张勋真的把你给盯上了。这次黎元洪请张勋进北京城，听说他的辫子军已经兵临城下。没错，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2个问题。来，先坐下。郑副兄，我觉得第2个问题不用讨论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不怕。前段时间呢，我已经回河北老家，把我们家都安顿好了。我自己留在北京，如果真出什么事儿，我就当第2个塔斯托。那可不行。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不可能没有李大钊。郑副兄啊，现在国家这个形势，你那个新青年还编得下去吗？恕我直言啊，你那个20年不谈政治的口号不能再提了。守长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明确，那个口号不合乎中国的实际。你糊涂，守长，我一直认为。
蔡公，哦，菜快饭呢？你们吃饭了吗？啊，我们吃过，那就去吃吧。啊，不，我们不吃了。啊，你这动作不做的。我们来呢是想跟您商量一些事情。有什么事儿尽管说。坐下说吧。新青年在北大实行同人编辑这事儿一直也没有明确下来。最近呢，因为学校事务太多，这个很难维持，主要是靠德前啊、半农啊他们过来帮忙。那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我觉得新青年同人还是得依靠北大。所以我们想请蔡公您鼎力促进2件事情。新青年呢，理应是新北大的形象代言和一面旗帜，啊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尽管说。蔡公，我们一起商量了一份新青年同人编辑的名单，好，请您过目。好。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吴玉、高一涵、沈一墨、周树人。哇，了不得，都是些新文化的顶尖人物啊！太好了。不过就是胡适不是还在美国吗？他能同意当新青年的这个同人编辑？这马上毕业就回国了啊！所以他到北大任教的事儿，还是请您要尽早的定。对啊，胡适，他聘任北大教授，这没有问题。就是其他的人，你们都沟通好了吗？都沟通好了。你坐下说呗。我坐不下。沟通好了，但是还有一些人需要呢，再做一些工作，像周树人，您不是跟他很熟吗？周树人我和他很熟，他的事我来做。你知道，周树人呢，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有事心烦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这个人呢，是绝不会自我沉沦的。中午啊，我刚才看了你这个名单，很好啊。这些人都要参加新青年，那新青年的力量可就大了。所以呀，需要把这些人尽快的招到北大呀。对，蔡公啊，他们虽然都在这个教授名单里面，但是聘任下来确实还是有一定阻力的。没错，所以我们想请蔡公您尽早决断。另外，能不能明确新青年就是北大的刊物呢？这样也能便于我们推广和发行，这样也更有权威性。中午，来，坐下。你们也坐下。坐下。中午，这个事情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？我们呢，得按批次、按途径的加以解决。你不要着急啊。我看最着急的应该是刘半农，可以先聘他为预科教授，但是其他人呢，得按程序来。我得给你提个醒，政府，你不要给人一种印象，说你陈独秀在搞团团伙伙呀。至于新青年，我看还是放在你家比较好，不要以北大的名义，这样呢，我们更主动一些。当然，同人编辑实际上都是我北大的教授，这就说明新青年实际上也是我们北大的吗？哈哈，你看可好？蔡公，我确实有些着急。之所以着急，是因为1，人手不够；2，局势不稳啊。蔡公，这黎元洪大总统能做几天，谁也不知道。一旦局势有变，北大在风口浪尖上，旧势力随时有可能翻盘啊。未雨绸缪，才能临危不乱啊。没错，中府啊，我看你过虑了。袁志海之后呢，的确时局不稳，战局动乱，但是总的形势还是稳定的。黎元洪电请张勋来京进行调和，就是要缓和嘛。所以，各位啊，不要杞人忧天。哎呦，蔡公，我可是听说张勋的辫子军已经兵临城下，是这康有为也是他的座上客，马上就要进京了。蔡公，还有人说，张勋在和紫禁城联系，他想要进殿朝觐。而且这个辜鸿铭最近也是格外兴奋，到处散布马上就能见到皇上的消息，咱不能不防啊！这些都。蔡先生，蔡先生。哎，不，这跟大家说呢。刚才王大谢先生来电话说，张勋的辫子军要进城，而且康有为已经化妆进城了，让您赶紧回家，看来要出事儿，晚了就走不了了。你看，蔡公，那大家还是赶紧回家，明天看情况再说吧。1917年6月，张勋
率5000辫子军进入北京城。首长，先生，大事不好了！张勋的辫子军进城了，据说是他和康有为已经进了紫禁城。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刚刚演完，张勋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要复辟清朝，丧心病狂。张勋复辟，这是蓄谋已久的。首长，你得赶快出去躲一躲，你可上了他们名单的。是，他们的军队和枪炮都已经进城了，我上哪儿躲呀？没事，我料定这个张勋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这样，明天你在蒋营编辑部守着，明天咱们俩人去大街上看看。行，我再约串联一些同学。我现在就写传单，你去一趟北大，通知郭新刚还有邓中夏，明天咱们前门大街上见。好。
郑帅到，敬礼。皇上，臣张勋恭请圣安。圣公安。皇上，想当年，隆裕皇太后不忍因为一姓的尊荣，让百姓遭殃，才下诏办了共和。可这共和呀，办的是民不聊生啊！皇上。这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啊！皇上，只有皇上复位，万民才能得救。我年纪太小，无才无德，担不了如此大任。皇上瑞圣，天下皆知。过去圣祖皇帝康熙爷。不也是冲您见状吗？啊！既然如此，朕就勉为其难吧。这，皇上说，张爱卿此次绝功至伟，想要如何封赏，请直言。臣一心为国，并未曾想过自己啊。复国伊始，百废待兴，一切都靠张帅操持，这总得有个说法吧？皇上硬要给臣一个官职，那就让我当个直隶总督吧。皇上说了，张爱卿品德高贵，所请准奏。其他有功人员如何封赏，该由张爱卿主持协商后，报请皇上恩准。跪。
皇上，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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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辫子军都民国了，戴什么假辫子？说什么呢？怎么啊？怎么说话呢？辫子怎么了？回去问问你爷爷、你祖宗，哪个没有辫子？那都是老皇帝了，你们这些老顽固啊，老思想早该退化了。你忘本？什么忘本啊？哎呀，我说各位老少爷们儿，赶紧现在回家去休息去，别在这瞎起哄了。这辫子军的马队可是不长眼睛啊！到时候别把您几位给碰了。二位呢？辫子呢？这没人给我发呀，我也买不起那马尾巴，我上哪去？怎么说话呢？马尾巴，没规矩，没说你。你小子别在这嘚瑟。就是啊，听说小我们那儿打伤好几个了，小心打伤你！走回去吧。什么怎么着？你维护共和，抵制复辟；维护共和，抵制复辟；维护共和，抵制复辟；维护共和，抵制复辟。看过陈的，抵制复辟。好，乱臣贼子！维护共和，抵制复辟；维护共和，抵制复辟；维护共和。抵制复辟，维护共，借您的宝地用一下行吗？谢谢老板。来，同学们，把车推到那边去。我们就准备在这儿开始演讲了。快，老郭，坐吧。来，往这边挪。中下同学，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辫子军正在查封假银日刊，您已经上黑名单了。这个时候我不入地狱谁入？先生，我让试验液的东西怎么样？连夜弄出来了。他呢？一大早去长青店找人了，还没回来呢。咱们开始吧。好。同学们，咱们过来一下。我来。好。同胞们，下面有请李大钊先生为我们讲话。同胞们，逆贼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携5000辫子军闯入我京师。悍然发动政变，复辟了那个已经死了6年之久的腐朽的清朝政府。同胞们，在去年，我们的民国就已经被窃国大盗袁世凯蹂躏过一次了。那么现在，这群肮脏的、无耻的辫子军又一次用卑鄙的手段蹂躏了我们的民国。同胞们，他们可以掐死我们的民国，但是他们掐不死民众内心当中的共和。他们可以挡住天上的太阳，但是他们无法挡住民主的光芒。